这几天，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石在接受《经济观察报》专访时，爆出一个令人震惊的数据：中国目前未达到中等收入标准的人群比例高达65%，约有9亿人属于低收入人群。这个数字直接给中国号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口号来了当头一棒。更让人感到不安的是，就在去年，另一位经济学者李迅雷也曾援引北师大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的研究数据指出，中国月收入2000元以下的人口约有 9.64 亿人。这篇文章一经发布就冲上微博热搜第一，但仅仅发布1天就被迅速下架，显然触及了某些敏感神经。让我们来算一笔账，按照目前一线城市的物价水平，2000元能干什么？在北上广深，1个月的房租就要3000至4000元，别说吃饭了，连房租都付不起。即便在3、4线城市，2000元的月收入也只够勉强糊口。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近70%的人口都在为基本生存而挣扎。中国国家统计局在2019年曾发布标准，称月收入2000至5000元就算中等收入群体，月入1万元以上就是高收入群体。但在央视最近的一档节目中，主持人白岩松连线专家时提到，按照国家统计局月收入超过3000元就是中等收入来算，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已经超过了4亿。这前后矛盾的数据让人不禁怀疑，到底哪个才是真实的？一位自媒体博主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3、4线城市一个人月收入3500元，生活确实能过得去，但前提是没有房贷有房住，没有车贷有车开，小孩不上培训班。但现实是什么？你但凡有一个房贷，有一个车贷，有一个孩子上培训班，这3个当中你但凡占一样，3000块钱就活不下去。更让人心惊的是，根据人社部去年7月发布的最新数据，全中国31个省份中，居然还有15个省份的最低工资标准低于2000元。其中最低的辽宁省，月最低工资仅为1420元，每小时工资才14.3元。这意味着什么？即便你每天加班加点干12个小时，1个月的收入也就堪堪4000元出头。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说，我就是那 9.64 亿人中的1员，每天工作12小时，早上8点到晚上11点，1个月只能休息1天，工资到手1900元。扣除五险一金后，实际到手的钱更少。每个月光是房租就要800元，剩下的钱连饭都吃不起，更别提其他开支了。回想起2020年，当时的总理李克强曾在人大会议上坦言，中国有6亿人，每月收入仅有1000元左右。这个爆炸性的言论当时就在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而如今，这个数字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在经历了3年疫情后，低收入人群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到了将近10亿。更讽刺的是，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央视还在讨论如何解决老百姓有钱不敢花、不愿花的问题，这让众多网民忍不住嘲讽：有钱，我们连活下去都快要成问题了，还谈什么消费？就在各方还在热议9亿低收入人群的数据时，央视抛出了一个更令人啼笑皆非的说法：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已超过4亿。这个说法立即引发网民群嘲。按照央视的标准，月收入超过3000元就算中等收入。这种标准之低，让人不禁怀疑是在给贫困户贴金，还是在给经济数据注水。要知道，在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月收入3000元连最基本的社保缴费基数都达不到。拿广州为例，2023年最低社保缴费基数是3823元，这意味着月入3000元的人连给自己缴纳社保的资格都没有。一位在深圳打工的网友无奈地说，每个月工资5000，房租就要3500，还要还每月2000的房贷，
再加上水电网络费用500元，每天吃3顿饭要花1500，孩子上学要花2000，这就月入过万了吗？我怎么感觉自己连温饱线都摸不着？世界银行给出的中等收入标准是年收入2.5万到25万元人民币，但中国的统计标准可谓一降再降。2018年说月入2000至5000元就是中等收入，2020年改口说3口之家年收入10至50万算中等收入，到了2024年干脆说月入3000就达标了。这种不断挪动门槛的行为，让人不得不怀疑是在给困难群众硬贴中产标签。更令人担忧的是青年失业问题。之前青年失业率一度飙升到 21.3%， 创下历史新高。后来官方干脆不再公布这个数据，改用新的统计口径美化数字。但现实有多残酷？前段时间世界冠军吴柳芳都在社交媒体爆料说想找个高薪工作都很难。如果连奥运冠军都沦落至此，普通年轻人的就业前景可想而知。有自媒体博主统计发现，目前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者，每天工作12至14个小时才能赚到5000至7000元。如果按照正常的8小时工作制，这些人的收入立刻就会腰斩。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人宁愿996，也不愿意接受所谓的中等收入工作。在杭州做程序员的小王说，我月薪15000，在老家亲戚眼里是高收入，但每个月房贷就要还8000，再加上车贷3000，剩下的钱连老婆的化妆品都买不起。现在35岁了，天天担心被裁员。这就是所谓的中产生活。浙江大学李石教授指出，在91低收入人群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的收入接近中等收入水平，但他们随时都有跌入赤贫的风险。一场疫情、一次裁员、一场大病，就能让这些所谓的中产瞬间返贫。更让人心寒的是，当下很多企业为了规避社保支出，刻意压低员工的基本工资。某知名互联网公司的员工爆料，公司给我们的底薪只有3000，其他都算绩效工资。这样一来，不仅社保缴费基数低，而且绩效工资随时可能被克扣。有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月入过万的中产不敢看病怕住院，不敢生娃怕没钱养，不敢消费怕失业。这样的中产跟低收入有什么区别？最讽刺的是，一边是官方不断美化收入数据，一边是民间消费持续低迷。新闻里天天在讨论如何提振消费、扩大内需，却不愿正视普通民众的生存困境。正如一位网友所说，不是我们不愿意消费，而是我们根本没有消费的能力。就在高调宣传中等收入人群超过4亿的同时，国务院却在去年6月公布了另一个令人震惊的数据，全国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已经归集了6600万低收入人口的基本信息，这些人包括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和低保边缘家庭成员。这些数据之间的矛盾令人费解，一边说近10亿人月入不足2000元，一边又说有4亿多中等收入人群，现在又冒出6600万低保人口。14亿人口的蛋糕被切来切去，怎么算都对不上账。这让人不禁怀疑，到底哪个数据是真实的？更有意思的是，2020年12月2日，国务院扶贫办还曾经豪气干云地宣布，中国832个贫困县已全部脱贫摘帽，到年底所有贫困人口将全部退出。这轰轰烈烈的精准扶贫运动，在3年后悄悄改名为精准救助。从扶贫到救助，这个微妙的措辞变化背后，折射出的是脱贫成果的不稳固。一位来自沈阳的访民揭露了基层的真实情况，现在真正的困难户拿不到低保，倒是大队书记的侄子、乡镇书记的亲属都在领低保。我丈夫是3级残疾，我们这样的特困户反而申请不下来。
有病只能等死，连最基本的医疗保障都没有。而在网络上，大量失业人员在求助，为什么我成了漏网之鱼？把我也加进低保名单吧。工作的时候交了那么多年失业保险，现在失业了连个影子都看不见。这些呼声让官方所谓的6600万低保人口数据显得苍白无力。更令人心酸的是甘肃地震后暴露出的问题。在零下10几度的严寒中，不少灾民住着几十年的土坯房，连最基本的抗震标准都达不到。这些本该被扶贫政策覆盖的贫困人口，为什么在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后依然住着危房？有学者指出，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未富先老。在人均 GDP 还不到日本1994年水平1/3的情况下，就要承担起庞大的养老支出。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连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都还没迈过去，却已经开始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压力。更让人担忧的是，当前的经济形势持续低迷，一边是楼市长期不振，一边是就业形势严峻，再加上地方财政吃紧，很多省份连公务员的工资都开始打白条，更别说继续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扶贫了。一位基层干部无奈地表示，现在基层财政困难，连最基本的民生保障都难以为继。很多地方的养老金、医保都已经入不敷出，只能靠借新债还旧债来维持。这种情况下，脱贫的成果能不能保住都是个问题。而更让人绝望的是，当经济下行的压力越来越大时，政府却开始封堵负面声音。李迅雷因为说出9.64亿人月收入不足2000元的事情，文章被秒删，动辄就给民营企业家戴上恶意做空的帽子。但一味的粉饰太平，只会让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看看统计局的数据就知道有多离谱，说中国人均 GDP 超过12000美元，但实际到老百姓口袋里的钱却越来越少。钱都去哪儿了？看看那些豪车云集的政府机关，看看动辄上百亿的形象工程，看看那些挥金如土的权贵子女，答案不就不言自明了吗？一位网友说得好，只要我们看不到贫穷，那中国就是全面小康了；只要我们不提失业，那就是就业形势向好；只要不让人讨论经济困难，那就是形势一片大好。这让我想起了皇帝的新装，只可惜现在连说皇帝没穿衣服的小孩都不敢说话了。